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跟大家聊一下，在美国打黑工能赚到钱吗？打黑工危险吗？警察抓不抓呢？在美国，打黑工的华人人数应该超过了300万，相当于美国人口的1%。绝大多数的华人是非法滞留。打黑工、非法滞留这种词儿听上去很吓人，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。移民局几乎不管这事儿。美国有1100万的非法移民。美国的黑工是政府默许的，美国需要这么多的非法移民去打工，美国政府是知道的。美国政府都知道美国需要这些黑工，需要有人去打黑工，明白了吧？什么是美国的黑工呢？就是没有美国的工作许可证，也就是工卡，那么你去打工就是黑工，一般都是拿旅游签证、学生签证或者访学签证的。当然也有墨西哥人，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到这边来打黑工。首先呢，拿美国签证本来就不容易，签证的作用只是用于入境美国，如果在美国合法长期待下去就需要身份。拿美国的身份很难，周期也很长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一般情况呢，在美国打黑工大多是墨西哥人、巴西人、越南人，还有中国人。打黑工都可以做哪些工作呢？我所了解的工作种类很多，最常见的就是工地施工、农场工人、饭店里面后厨，还有保姆、做搬运工，包括送外卖呀等等。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，所以基本上雇主都不愿意付很多的薪水。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装修工，一般干8到10个小时，一天大概200美元左右。这个活当然比较辛苦，因为你没有工卡，你只能做这种活。装修的活很多，你可以随便找住的地方。最便宜的就是住家庭旅馆，一个晚上10几美元。通常装修是不包住的，然后再加上吃的钱，一个月是800-900块钱是要花掉的，这还不包括你买车呀、加油呀等等。因为没有身份，所以你也没有车开，你也不能买车。做餐馆帮厨的也不少，但是如果在加州洛杉矶这儿，包括在纽约，很多都需要工卡，大部分是需要工卡的，如果没有工卡也很难做这份工作。那没有工卡怎么办呢？可以选择去外州，也就是在其他的小地方去打工，有没有工卡就没有那么严。比如说德州啊、拉斯维加斯呀，跑到外州去餐馆的话，包吃包住，一个月3000左右，这样呢，每个月赚的钱就可以进你的口袋了。所以呢，在美国没有身份就只能打黑工。那你打黑工呢，他就会给你干脏活、累活，这就是人性。在美国打工的中国人常年拿不到身份，而又不甘心回去的人也非常多。很多人也是觉得没赚够钱，没脸回去。正儿八经的走程序拿绿卡非常困难。比较容易办的方法呢，就是找人结婚，当然前提是你长得还可以，有人看得上你，对吧？女人呢，找个美国男人嫁了，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。但是呢，男人要娶美国美眉就比较难了。而打黑工的人呢，一般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，常常也没有什么自信。所以呢，美国女孩看上你的机会就很少。说到这里呢，还有人想来美国打黑工吗？首先呢，拿美国签证本来就很难，签证的作用只是用于入境美国。如果在美国合法的长期待下去，就需要身份。美国的身份费用又很高，周期也很长，正儿八经的走程序拿绿卡非常困难。说到这儿呢，我又想起来，有的人经常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说，出国的人都是有钱人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在美国时间久了，接触的人多了，你会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才会选择到美国来打拼。大多数人看重的也只是这个汇率。
而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，也是看中了这个汇率来的，因为是一家3口一起过来的，所以就留到这儿了。其实很多人当初来美国的时候，也是借了很多的钱来的，然后赚了钱呢，要慢慢的还。而很多有钱人来美国，他们是为了享受生活的，没钱人来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。当然，大多数的人来美国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了钱，也过得还可以。但是呢，咱们可以想象，通过打工你是不可能发财的。如果在美国通过打工就能发财，那人人都有钱了，人人都是富人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当然，来到美国的人也有发财的，不同的人挣得多的和挣得少的，这是正常的。人嘛，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多挣点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其实呢，在美国打黑工是很普遍的事情，而打工者只要平时不要到处去张扬自己是黑工，没有人会知道你是黑工的。所以和普通人一样，可以逛街，可以旅游，可以完全融入美国生活。当你觉得钱赚够了，想回国了，那你只需买张机票直接回国就可以了，根本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。因为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背景呢，是拉斯维加斯大道，咱们都知道拉斯维加斯赌城。那来到美国，你千万不敢沾上赌，沾上吸毒。如果沾上这2样，大家都知道后果会是怎么样，对吧？又有几个人能靠赌博发财的呢？而在美国，只要您想工作，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，只怕您嫌脏嫌累，身价放不下来。签证的作用是允许我们入境美国，而如果想在美国长期合法的工作下去，还是要去做身份。只要踏实打工，就不会有人去关心你的身份问题。美国其实没有劳务签证，正规的打工身份是工作签证，但工作签证基本上在国内是办理不下来的。所以呢，也奉劝那些想出国的朋友们不要上当受骗。什么人不到美国就能帮你把工卡办下来，人不在美国就能帮你把绿卡办下来，很多都是在骗人的。来美国打工，首先得耐得住寂寞，要肯吃苦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英文程度好的话，可以找到一些轻松一点的工作。很多的华人在这边开设了相应的便民服务，诸如帮华人找工作呀，帮助华人办理身份呀。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